据称有7个国家对印度的 LCA 光辉战斗机感兴趣，但是印度军工却高兴不起来。为何这些国家都在逗印度人玩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LCA 光辉战斗机是印度军工打磨了近40年的一款轻型战斗机，在衰机大国印度创造了没有一架坠毁的记录。印度欧亚时报报道称，印度国防部表示，目前至少有7个国家对印度国产的光辉轻型战斗机表现出兴趣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下单购买。印度国防部在一次书面答复中表示，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已经回应了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发布的关于18架战斗教练机的建议书，计划向马来西亚提供 LCA 的双座型。而其他对 LCA 战斗教练机感兴趣的国家有阿根廷、澳大利亚、埃及、美国、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。印度媒体对国防部发言人的书面回应赞不绝口啊！事实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光辉战斗机还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出口协议。上个月，澳大利亚高级国防官员曾经非正式地向印度传达，澳大利亚可能不会接受印度政府对政府的国防协议，以供应 LCA 双座战斗教练机。在澳大利亚之前，印度曾在2020年向美国海军提供了 LCA 的高级教练机改型，以响应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发布的全球招标，以采购新的教练机以取代其 T-45。最新的报道表明，由波音与萨巴公司合作研制的 T-7B 正在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产品相竞争，以替换美国海军目前使用的 T-45高级教练机。阿联酋在2018年也曾经对 LCA 表现出了兴趣，然而今年2月，阿联酋国防部宣布将从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采购 L-15高级教练战斗机，这被视为对光辉战斗机的冷落。LCA 光辉战斗机曾在迪拜航展上进行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空中表演，引起了阿联酋人的赞赏。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阿联酋在最初对这款飞机表现出浓厚兴趣后，没有考虑采购光辉战斗机的教练型。那么国际客户为何对光辉战斗机光看不买，逗印度人玩呢？印度的国防分析师吉里什·林加纳给出了一个奇葩的答案。他认为光辉 Mk1A 的开放架构可能是原因之一。开放式架构意味着在采购光辉战斗机之后，飞机会面临很多不足之处，这是留给客户的问题。其次，虽然印度制造的光辉战斗机正在努力寻找客户，但时间太短了，很多国家已经选定了枭龙战斗机。最后 LCA 大量使用西方配件，也让国外的客户感到不安。英国制造的部件是光辉战斗机的重大障碍，就像阿根廷空军那样。由于这款飞机所用的 Mk6 弹射座椅使用的是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的产品，最终导致该国空军无法采购 LCA。另外，由于成本和技术准入的限制，光辉战斗机的潜在出口客户与枭龙战斗机的潜在出口客户不同，愿意买枭龙战斗机的国家可能买不起光辉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 LCA 光辉战斗机卖不出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这可能取决于这么几个因素。首先，这款轻型战斗机本身的性能有限，虽然它打磨了40多年，采用的很多系统技术都是西方国家当时比较先进的装备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光辉战斗机的技术性能已经相对落后，而由于它的研发周期很长，它的设计和制造成本居高不下，有哪个国家愿意花高价购买一款平庸的战斗机呢？何况 LCA 战斗机很多的系统设备不是印度国产的，而是印度花外汇从其他国家采购的。那么一旦 LCA 的客户
遭到了某些国家的制裁，那么光辉战斗机在这些国家就很难继续维持使用下去。那么这些因素都是导致 LCA 光辉战斗机很难卖出去的重要原因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